来吧，兄弟们，叮当456了啊！刚才咱讲的是给那个小本子上狠活，是不是啊？咱刚才说了，就是什么军舰呢，包括什么航母，就过去就给他干跪下，还跟什么菲律宾整什么玩意儿，什么姊妹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告诉你，就之前有一次电子战的时候，那吕宋岛那边都让那个咱给干停电了，真的啊！就是你是谁干的我不知道，反正是你懂的给我扣懂，懂的给我扣一啊。不过老铁们啊，虽然说现在已经给小本子震的都已经够老呛了，但是我相信不止咱家不只是我啊，就是咱家老铁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程度还不够啊，嘚瑟呀，对吧？要想彻底把小本子给干跪下，给他干征服了，还得进一步上火上压力。就比如说什么呢，在那个小本子附近的联合军演啥的，哎，时不时的咱得整一下子，就得让小本子知道，就你龙哥现在你这个拳头到底有多大，有多狠，有多呢，对不对？事实上兄弟们啊，哪怕是055再强，如果我们不让像那个就是小八嘎这种国家充分认识到他们这个威慑力啊，就是对有多大，那么我们对他们这个就是在他们心目当中这个形象会大打折扣。还有就是啊，就是我建议啊，就是咱家的什么山东舰呢，什么福建舰呢，是吧？咱也多去那个小本子家门口溜达溜达，他们不爱照相吗？哎，我们就伸头就让他照。这是第一个方面，就军事给他上火呢制他。第二个大嘴巴子是什么呢？叫地缘压力。老铁们，我一提地缘，你们能想到哪儿给他上火来？兄弟们，来，能想到哪儿？能不能想到家人们琉球的这个问题啊？咱就必须得聊一聊了，对不对？之前美军还在琉球驻军呢，那谈什么都是有点阻碍的，但现在可不是以前了，对不对？不是本土啊，咱都不用打他本土，琉球就完事儿了啊！现在琉球美军正在分批次的直接都撤了，有一部分撤到第二岛链，有一部分撤到美国本土了，对不对？这绝对是一个兄弟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就赌一把，巴勒斯坦这个事儿建完国之后，就轮到琉球。这个时候，老铁们，咱就要深入的去追究一下琉球问题了，要把琉球问题咱摆在桌面上，摊开了，整明白了，咱聊一聊，咱好好谈一谈，对吧？道理很简单呢，琉球是什么呀？咱说的好好的，当时是联合国托管的状态，你不属于小本子你的呀，对吧？所谓现在管辖权根本就是美国私相授受的，美国自己就以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一巴巴就给他的，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应该拿出来好好讨论讨论了，是吧？要在国际法的这个框架之下，咱得把问题给指出来呀，对不对？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爱好和平啊，对吧？我们得让他问题暴露出来。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勾鱼岛这边的问题啊！你看咱像前面说的，小本子天天叮当456的，隔三差五的整几个破船去搞事儿，虽然用强制手段把他们给踹走了，但是我觉得啊，这还是不够，完全可以出手再狠一点，直接把小本子船给扣了，人给抓回来，给他审一审，对不对？你们觉得我说对的给我扣吧对。那么老铁们还有什么呢？家人们啊，还有啥呢？第三方面就是我们龙国需要给小本子的自卫队有一点颜色要看看了啊！小本的自卫队现在正是越来越冒头的时候，动不动现在他这个军国主义啊就开始冒头了，就要跟什么美国呀，又跟什么加拿大，又跟什么澳大利亚，又跟什么菲律宾啊，包括什么越南要搞什么联合军演，甚至在南海要搞联合军演了。对于小本的这个自卫队兄弟们啊，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咱家的这样的人啊与他们相遇的这种情况。但是既然说你都已经来南海了，那咱就应该给你点颜色看看。我们是非常有必要让小八嘎认识到，中日在军事上我们是有巨大差距的，我们不能不重视你啊，不能藐视你，不能蔑视你，但是你多多少少你得重视我们啊。所以说兄弟们，对付小八嘎必须巴着的给他拿下。美国不是给他送什么2颗核弹吗？对不对？到现在他们还长跪不起呢。那我们对付小本子就差这种狠劲儿。所以说必要的时候你们就看吧，就知道让他看见马王爷是怎么长的3只眼睛。要不然甭管咱怎么解决南海问题，还是解决凤梨问题啊，小本子就有病，就跟那个小鹰子似的，就搅屎棍的，上哪都有他。是不是啊？上哪都得插一脚。同意我观点扣波1啊。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家人们啊，就是我个人觉得
收拾小本子的时候也快到了，咱们就期待一下就完事儿了。那解决完小本子，兄弟们，咱就得看他爹那边的情况了。说谁呀？说美国。这2天家人们你都知道了，一说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选举，对不对？前2天呢说这个民主党啊要提前宣布说拜登就是他们的这个候选人，毋庸置疑了。然后咱们就推测呀，说拜登很有可能会退出总统的选举，因为他这个身体状态确实不行。咱都看见了视频照片，就跟他傻似的，我给你们学一下，就这样拿手去。眼神非常空洞，就瞅着那个女的，忘了叫啥了啊，在那说话，然后一直手在那搓呀，腿也在那抖啊，就已经不行了这个身体。所以今天家人们啊，就传出来一个消息，说这事儿整不好要真成真了啊！综合美国各家媒体这个消息什么的，第一个，民主党自己现在逼宫啊，逼着拜登呢说你赶紧退了吧，实在不行，老大爷你这太不，这你身体不行啊！甚至民主党这边呢还直接跟拜登下令了，说拜登你赶紧考虑啊，最好是能在1周之内你给我做个决定啊！你们没有听错，兄弟们，民主党大本营现在对拜登这个状态是完全不能也不顾一点情面了，就是很直白告诉老登说你赶紧1周之内你做出退选的这个决定啊！这虽然是小道消息，但我觉得这个事儿80%是真的。但怎么说呢，我觉得民主党这次做的没有毛病，要我也这么选。因为啥呢？就这2天过去啊，那老登跟特朗普这个差距呢不是一星半点啊，拉大距离了啊！不仅是民意支持率上的，还有竞选的筹款上的。那特朗普在电视上那洋洋洒洒3000字啊，那接受采访完之后那是嘎嘎收钱呢。而美国大选怎么说呢？说白了家人们，咱说的通俗点，美国大选说到根上就是比谁收的钱多，对不对？所以说这次特朗普赢麻了嘎嘎收钱之后，基本就证明一件事儿，那有什么呢？老登能赢的概率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那么说到这儿，老铁就要问了，说民主党逼宫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让老登退选这个事儿他能答应吗？我说实话，这个事儿还真不好说。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老登正在征询身边人的意见，而他媳妇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你千万不能退出选举啊！说老公你干的已经太漂亮了啊！还有拜登的儿子，他儿子一听他爹要退选，哎呦我的妈，眼泪都流出来了。你说为啥呢？你说他老公他爹都身体这样了，安度晚年不行吗？你孝心点不行吗？对吧？为啥呢？因为拜登他儿子身上背了一堆的案件呐。如果老登这个总统真当不成了，那么好兄弟们，他这些案件到那个时候全都得清算，最起码的咱就说了，你蹲监里哪怕你不死你都得扒层皮呀，对不对？都得蹲个10几年。那拜登他自己怎么想的呢？不知道，他真是痴呆了，啥话也说不出来，他说的话谁也猜不着。但是如果拜登真是坚持去竞选美国总统的话，那么兄弟们，接下来老登将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舆论压力，还有身体压力，直接给你拉满了。再加上大选日益白热化，活动更加频繁呢，你对拜登这个身体能不能活到竞选之后，那都够老呛了，整不好今年年底半路就嘎了，对吧？如果拜登他怕了，说我不竞选了，家人们，假设拜登说我不选了，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层出不穷。第一个问题，谁能代表民主党竞选？家人们，你们心里都有谁？你们心里说谁能代表拜登呢？你们可以把你们答案抠出来啊，我看看有没有跟我这个想法一样的。目前来看，兄弟们啊，就是有3个人，但其中呢，就现在这个副总统哈里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但是哈里斯的支持率，兄弟们啊，搞笑了，比拜登还低还糟糕。但说实话，如果哈里斯当副总统啊，那绝对是比拜登和特朗普更快让这个美国完蛋的，就是当总统啊。这不是我埋汰这大姐呀，兄弟们，22年有2条新闻啊，我现在还记得呢。当时呢，这个哈里斯去干啥去了呢？去访问韩国了啊，直接对尹锡悦讲话，说美国与朝鲜的盟友关系非常棒啊。然后这个新闻你们有没有见过的？当时很多人以为哈里斯是口误了呢，结果人家压根儿就没说错，
之所以说的这么自然，是因为啥呀？哈里斯对半岛局势半毛钱都不懂，真的一窍不通。而且当时还有一个事儿也搞得非常尴尬。哈里斯准备走的时候，拿着稿子发表了一段讲话说完之后呢，本来都要走了，结果这大姐咱也不知道抽什么邪风了，可能被那个老登给传染了，非得去板门店附近参观一下。到了之后拿个望远镜嘎嘎一顿看呢，结果兄弟们就这么一看，朝鲜无人机直接就发现哈里斯在这儿了。最强805那给气的呀，当时发飙了，呼一顿导弹威胁呀，这给哈里斯吓得尿都吓飞了，魂儿都吓没了。最后还是保镖骑着驮着他连欢送仪式都没参加，撒丫子赶紧上飞机，一脚油门跑路了。所以怎么说呢，如果老登退选了，家人们让哈里斯参选的话，我告诉你然后哈里斯这个大姐又奇迹般的赢了，那你就看吧，哈里斯只能带着美国家人们走下坡路，一路狂奔了。咱说实话，比起特朗普，我现在反倒希望老登退选，然后哈里斯当选。你这样的话对付美国得更轻松一点了。不过家人们，就像我之前说的是，哈里斯想赢的，除非奇迹发生，除非哪一天特朗普让人给崩了就是半路直接嘎了。说白了，就是如果老登退选了，那特朗普基本上就稳操胜券了那么说到这儿，老铁们，咱就得探讨一个问题。这2天一直有人问我而且今天我有个朋友还说了，那如果特朗普真回来了，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了？毕竟现在美国依然是一个这个霸主地位对不对？咱不能小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吧？答案是老铁们，如果特朗普回来了，家人们，答案就是美国将会彻底走向疯狂，对我们当然非常不利但除了我们，欧洲也将会碎成渣渣俄乌战争也不会马上停止，中东局势将会更加紧张，美国霸权一定会失去支点，加速崩盘。有人说苏你是不是抽风了？你为啥这么说？来，咱分析分析首先呢，特朗普这个人呢，家人们，他有个特点，他是全球右翼的那个扛把子。我们从这儿说很多人对左翼右翼还是分不清。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左翼就是环保小公主白左呢就是吃饱了撑的，那右翼呢代表就是德国小胡子，还有美国红脖子，就吃饱了撑的那伙的。左翼吃饱饭了，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就要环保动不动要支持移民保护小动物，为什么要吃兔兔太可怜了要全球化自由贸易要谁弱谁有理要搞什么 LGBT 高呼共同价值观，普世价值观。一旦全球化他们搞不赢了，经济衰退了吃不饱饭了就要干嘛呢？右转那也就顾不上做圣母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民粹，要驱赶移民，要极端民主主义，要弱肉强食，要闭关锁国，要加关税，要抵抗自由贸易，要退群，也就是退出各个国际组织，要政府不干预经济。而特朗普兄弟们，他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全球右翼的扛把子。家人们，你记不记得2016年特朗普崛起了入主白宫了，而就是那么一年，全球极右翼直接全体抬头了，逆全球化浪潮直接出现了。如果特朗普回来，兄弟们，毋庸置疑将是全球右翼的狂欢。特朗普会继续在逆全球化这个道路上狂奔不止，疯狂各种退群，而且现在每天在不停念叨要对咱们增加关税，至少是增加60%以上。你们要知道，兄弟们，7年之前就特朗普这个挑头就这个人挑头，发起了对咱们贸易战和科技战呢，对不对？边境线上的墙就是特朗普的符号。也不仅仅他要对龙国加税，还要对全球加税呢。所有进入到美国的外国商品都得交关税而加税。特朗普筑这么一道高墙，一边疯狂驱赶移民，一边要把美国围得死死的，在里面搞闭关锁国呀。
2023年的时候，特朗普就制定了一个自己的经济计划，在福克斯电视就是那个叫什么电视台啊采访的时候，呼吁所有的商品要征收至少10%的关税，要打造一个美国经济环保圈啊，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了个圈似的，哎，画个圈，画地为牢。他的顾问这几个月呀，一直在讨论各种关税的问题啊，计划仍然在制定当中。特朗普这个行为啊，让美国的经济学家非常恐慌，因为美国是一个什么？咱们讲过800年了。说美国它是一个目前为止，咱不说以前啊，就毋庸置疑，全世界谁都知道，美国现在你制造业已经空心化了，对吧？除了基本的你吃的食品之外，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来源于进口的，每年逆差能够高达近万亿美元，美国压根就没有能力生产这些生活用品呢，对吧？有人说了，那可以加强啊，可以再重新再来过呀。但是兄弟们，你想想，逆差是上万亿美元呐，就这个差值，老铁们，是1天2天、1年2年、10年20年能够重组起来的吗？而且制造业，你但凡你有制造业高级发展大国，你是要经历一段人口红利的。什么概念？你人多没事干，你人工便宜，人就是你工资低啊，工资低，人多，对吧？市场大，才能去重新发展制造业。美国你没有这个基础条件呢，对不对？而且特朗普现在就面临这个情况，美国工业空心化，而且这么多产品自己压根生产不来。就算你现在开始发展，你没有个10年20年，你压根弥补不上这个空缺。特朗普现在啊，在这个9眼疯狂加关税，必然会导致什么呢？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高企。我简单点来说，兄弟们，在龙国做一个打火机，成本就3毛钱人民币，你要让美国做，没有个3美元他都做不出来，而且供应链他都找不着啊！这还不算呢，特朗普还干啥呢？还要最大力度打击非法移民，清除掉美国打黑工的，听起来没啥问题，对不对？那兄弟们，我就问你了，本来你人都不够，你家那些人高枕无忧的，养尊处优的，又有什么政府发的什么这个券那个券，保险又这七七八八的，让人打这零工，人不干呢，对不对？你发2000块钱工资，人家不给你打工啊，对吧？现在把这些黑工都赶走了，那工厂成本是不是骤然提升啊？而且他给别人加关税，别人自然也得给他加关税，报复啊，对等制裁呀。到那个时候，美国仅有的一点出口也搞不成了，那经济岂不是崩了吗？对不对？就在6月份，兄弟们啊，这个美国经济学家16个美国经济学家联合发表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说如果前总统特朗普在11月赢得大选，他的经济主张将会重新引发通货膨胀啊，叫通胀加速，并且对全球经济造成持久的伤害。而且他们一致认为说特朗普就是通胀炸弹。但是特朗普人说了，我不是这么看的啊，人说叫嚣啊，就是龙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业机会啊，我要让制造业回流啊，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呀。特朗普一直痴迷于什么呢？让各个国家企业家到美国来办厂啊，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关键业绩。在什么时候呢，家人们？在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非常骄傲的宣布了自己一个重大的业绩，说成功游说富士康在美国投资了100亿美元呢，建设了10.5代叫液晶显示屏的工厂，这将给当地带来1.3万个就业岗位。开工的时候，特朗普专门跑过去了，自己拿个铲子铲2条土呢，以显示自己对这个项目的重视呢。然而现在兄弟们，6年已经过去了，说好的投资100亿美元，连1个亿的美元都没投；说好的解决1.3万就业的岗位，家人们能大约有上百人吧，在那装装样子。你别说生产线了，连工厂的地基都没打，门儿都没一个。你就想想，你看到美国开电子厂，那是想瞎了心才能干的事儿啊！富士康过去开厂是因为啥呀？特朗普承诺了，说给他们40亿美元的优惠。富士康一算账，说我打地基呢，我只需要1个亿美元啊，我就可以拿40亿美元，那我净赚39亿，这生意好啊！有钱不赚王八蛋呢，对不对？
其实特朗普哪有40亿美元呢，兄弟们呢？特朗普想的是你把工厂盖好了，你就跑不了了。我40亿美元，我再拖上200年再给你，还是你上缴的利润里面，缴税的利润里面给你扣的，你拿我写着没有？于是富士康呢就画了一个地太监啊，拉了一圈围墙，就找美国政府就要钱呐。要钱呗。然后州政府说了，你拿我当傻子呢？按合同，你必须得先满足合同当中规定的员工雇佣数量，才能获得这笔优惠啊。然后州政府直接就拒绝富士康了。反正说这个最后谈的反正不欢而散啊，最后谁也没吭成谁。现在工厂一片废墟，兄弟们，这样的事儿特朗普没少干呢。你就跟这个莫迪有一拼了，说起来都是他的业绩。特朗普说，在他的领导之下，美国的制造业在做大做强，那是那么回事吗？咱们上次说了，美国工业发电量一年比一年少，所以说上次特朗普跟拜登辩论啊，民主党怒斥特朗普说，你满嘴跑火车，你那不是忽悠人吗？你都是撒谎啊！他所谓的经济数据全是自己编出来的呀！特朗普不仅在经济上一顿王八乱拳，一顿刮刮轮，而且会在全球乱刮起一阵什么的极右翼的螺旋风只要特朗普入驻白宫，欧洲的右翼势力直接跟他相互配合，做大做强。你们就看着，欧洲的右翼不仅和特朗普一样希望闭关锁国，而且都认为说欧盟拖累自己。简单一点说，什么概念呢？就是德国的右翼认为说欧盟法国占便宜了，法国右翼认为说欧盟里面德国占便宜了，而意大利的右翼呢就认为说德国法国都占我便宜了。所有的右翼都认为自己吃亏都喊说，哎呀，不干了我不跟你们组圈了，我退出欧盟，要增加商品关税。本来欧洲右翼吧，在3年之内还成不了气候，因为冯德莱恩这些精神美国人呢，掌握着这个欧盟但是特朗普这么一回来，兄弟们不得了喽！特朗普一向看不上冯德莱恩对所谓的共同价值观，什么全球化，狗屁！他说狗屁，全是啥玩意不是，深恶痛绝。那么以后左翼将会快速崩溃，快速崩盘，极右翼将会做大做强。那么特朗普掌权4年，兄弟们，欧盟必将分崩离析，你信不信？到那个时候局面呢，精彩绝伦呢！你们要知道，家人们，欧洲现在本来就已经经济衰退了，本来就物价飞涨了。一旦欧洲各国开始闭关锁国，对进口的商品加关税，那物价你就瞅着去吧，那涨到天上去。在现在的基础之上再增加个10%、20%，那都不在话下。而极右翼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疯狂煽动民粹，说我们过不好日子都怪外国呀，都怪别人他们越煽动民粹，越搞贸易壁垒，经济越衰退，人民生活水平越差，人民生活水平越差越有那个民粹的土壤，极右翼就越容易生长然后呢，最后恶性循环了，彻底把这个左翼给赶尽杀绝，右翼控制整个欧洲。有人说，如果特朗普要是这么整的话，美国经济不就废了吗？不就崩盘了吗？别慌特朗普人说了，说我有应对的好办法。什么办法呢，家人们？什么办法？人说了，我发债呀，我疯狂发债呀，10万亿美元不够，老子直接给你干20万亿美元的国债，是吧？特朗普已经屡屡表示了，只有债务才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兄弟们，咱们要知道也就是在特朗普家们的任上推动了无限的那个 QE， 对吧？美债飙升在这方面他可是个行家呀，而且他只能发债了，因为特朗普说要减税，那必然得减少政府收入听没听说他要减税所以就要疯狂发债，要不然你连工资你都发不出来。而且这是特朗普最后一个任期了，他会尽情的放飞自我，我死之后哪管什么洪水滔天。而且特朗普年纪也不小了，对跟拜登差不了多少岁嘛。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兄弟们在特朗普的任期这个4年，美债一定会从35万亿直接飙升到55万亿。你们有没有信心？我绝对我都能算出来，55万我都是捏着算的，压着算的反正就是疯狂放水，让全世界买单。以上就是特朗普的经济策略反正在特朗普的带领之下，兄弟们，整个美西方都会建立壁垒。那国际政治会有什么变化呢？家人们，国际政治会有什么变化？全世界都在做特朗普要上台的准备。首先咱看看北约。对北约的看法，家人们，特朗普跟拜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拜登认为说欧日韩是美国的殖民地，
是构成美元霸权的根基，对不对？是美国必须要维护的一个地点和地方。而特朗普说了，说什么呢？美国保护不了欧洲，保护不了日本啊，更保护不了什么韩国小西吧，对吧？不保护，欧日韩占美国便宜了啊！我们在那驻军，我们人派出去保护你，咋的呀？你不给我交保护费吗？你必须交保护费，你不交保护费，老子直接撤军。哎，其实特朗普某种程度上说的也没错。比如说欧洲各个国家不愿意搞这个国防建设，军务已经废了，都指美国保护呢。要说这些国家都不是所谓的主权国家，对吧？特朗普对这件事从2018年就不爽了，天天威胁说我要解散北约啊，说我要解散北约。所以说呢，他这次如果再次当选，那必然会大幅度削减对北约的投入和支出。特朗普说，你们要是不交保护费，你们要不是把军费提到 GDP 的那个 2%，我就直接给普大帝打电话，让他们去收拾你去，就干你啊！我让普大帝弄死你们。特朗普说这个话，兄弟们，有人说是不是开玩笑？不是，真不是开玩笑。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正式发表了以上之意见。听完特朗普的话，兄弟们，欧洲各国都蒙圈了，但是态度不一样，知道吧？马克龙说了，北约死就死呗，以后我法国保护欧洲啊，对吧？西班牙这些国家根本不在乎，因为什么呢？他们离俄罗斯太远了，根本不相信俄罗斯会打过来啊，打他们。而东欧这些国家，妈呀，吓死了，吓要死。他们说，妈呀，坏了，我离俄罗斯近呐。他们又想起了苏联当时那个恐怖的感觉了。所以说美国说要援助乌克兰，东欧国家最积极呀，对吧？但是现在呢，欧洲的这个极右翼抬头的都反对援助乌克兰，想要退北约。那特朗普这一次一回来，兄弟们，我告诉你啊，第一个，北约真的完蛋了，北约并不会解散，但是就得名存实亡了。因为西欧国家打死都不愿意交保护费呀，没钱呐，对不对？而东欧国家孤掌难鸣啊，所以说美国会和盟友的关系下降至冰点，而欧洲会更加分裂，至少跟美国已经撕裂了。此外，特朗普说他回来1天之后，俄乌就能停战。兄弟们，我就问你，打到现在，你觉得特朗普真上台了，俄乌会停战吗？你们觉得可能1天之内停战吗？不可能啊，坚决不可能。第一，兄弟们，美国军工复合体已经在乌克兰形成一个深度的利益链条了，不是说停就能停的，不是你一个总统就能说的算的，对不对？第二点，普京人家不是啥善茬，人家不能说啊，你特朗普是我朋友，我就咋的，我说不打就不打了。特朗普你说不打就不打，你谁呀？你山东大李逵呀？他还指望特朗普回来之后停掉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呢。那俄罗斯可就有就搞笑了，有可乘之机了啊！还要扩大战果呢。现在人家说了，我光打乌东四周，我都已经满足不了我胃口了，对吧？所以说，俄罗斯联合国发言人已经回复特朗普了，说1天之内停战不可能，我们得接着打。那包括这2天，泽连斯基都说了，我想谈判，不想打了。因为普京想的什么呢？特朗普一上台，泽连斯基信心直接崩盘了，都不用等特朗普上台，这2天泽连斯基就崩盘了。现在兄弟们，北约名存实亡，欧洲分崩离析，那我拿下乌克兰，这是最好的时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对不对？此时不拿更待何时啊？你还让我相信之前的明斯克条约吗？我可不给你们这个机会了，只有把它完全拿下来才是我最安全的，对不对？第三，老铁们，俄乌战争打多少年了？3年了吧？最后乌克兰丧失这个地盘，还被迫割地求和。那么，老铁们，这将是对美国盟友们信心的重磅打击，尤其东欧将从此失去对美国的信任。为什么东欧要加北约呀？为什么芬兰、瑞典要加北约呀？要让你美国保护啊，怕俄罗斯干他呀。现在你美国整个北约、欧盟都保护不了乌克兰，老铁们。然后到那个时候，北约名存实亡了，芬兰、瑞典，我跟你说啊，那心都得冰凉了，老后悔了，肠都悔青了，真的。所以拜登好不容易把欧洲凝聚起来，现在散摊子了，对不对？那民主党会和我跟你说，会和特朗普拼命。所以说，特朗普重回白宫，俄乌大战啊，最大可能性就是什么呢？
普京扩大战果，民主党疯狂弹劾特朗普，美欧分崩离析，离心离德。另外家人们，特朗普如果真回来了，那有一个地方就精彩了，知道哪儿精彩了吧兄弟们？知道哪儿精彩了吗？中东绝对那嘎嘎一嘎死了，叮当456了啊！到那个时候中东就是全世界全宇宙的焦点了。特朗普跟谁好啊？跟小胡子他俩是哥们儿，他俩好到什么程度呢？穿一条裤子。哎，小胡子天天盼着骂大哥你赶紧回白宫吧，你回白宫我就有救了。而最不想看到特朗普回来的是谁呀？兄弟们，伊朗。哎，就是特朗普撕毁了伊核协议啊，刺杀苏莱曼尼啊，堵死伊朗的求和之路啊。而以色列现在要干的事是什么呀？就是扫平伊朗的什叶派之狐。所以特朗普一旦回来，那么一定会全力支持以色列。而现在的以色列已经和军国主义没啥区别了，对吧？都开始全面征兵了。有了特朗普这么一个强大的后援，以色列会和黎巴嫩真主党直接开战，直接会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还会动不动收拾伊朗，对伊朗进行战略威慑和轰炸，就看伊朗到时候能不能忍得住了。所以说兄弟们，我们总结一下说特朗普回来之后世界会怎么样呢？第一，美国带头整个西方建立贸易壁垒，经济再一步衰退，对我们也会有影响。第二个，美国带头整个西方极右翼快速崛起，欧盟崩溃，北约名存实亡。第三个，疯狂退群，整个极右翼的闭关锁国。第四，美国将会疯狂的发国债，美债再创新高，直接能够干到55万亿。第五，俄乌战争，俄罗斯乘势扩大战果，欧洲失去对美国的信任，直接跟美国离心离德。第六，中东热闹了，以色列在疯狂的道路上继续疯狂的狂奔，中东爆发全面战争。到那个时候家人们，那东大就有的忙了，不仅要扛起自由贸易的旗帜啊，积极发挥国际的事务当中的影响力呀。到那个时候，什么北约呀，什么七国集团呢，什么联合国呀，什么 WTO 啊，对吧？就是说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那将会挑起大旗呀，填补美国的空缺啊，而且还要到处去劝和止战。哎呀，忙都忙死了，真的。所以说特朗普和拜登啊，就是一个疯的，一个傻子。谁上台对我们有利呢？其实谁上台对我们往那个具象来说都没有利，但谁上台对我们来说也都挺好的。但还是特朗普回来比较好，那真的是一场又一场大戏将会接踵而至了，兄弟们，真事儿。那么接下来家人们啊，我再要讲个什么事儿呢？要说个事儿，最近开放了我们有一个政策叫144个小时免签政策，有人知道吧？网上有一种论调，反正话里话外就这个意思，说现在我们为什么经济不景气呀？就是因为不尊重老外，你不尊重老外，外资就对你没信心，所以说呢，自然就是经济就不好了。首先，我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啊，也坚决反对民粹主义。我本人对于外国人还是非常友好的，我只是想从纯粹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个结论呢不是经济学的事实。我不仇外，咱也不排外，除了对小本的啊。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之所以什么经济情况不景气，是因为经商营造的环境问题，我觉得多少有点扯淡了。装傻充愣了，这完全在转移矛盾呢，典型胡说八咧嘛。这个世界上永远两个道理，第一个叫做显学，第二个叫做转移心法，对吧？秘传心法什么意思呢？显学就是装门面，比如说那些西方政客们满口仁义道德，天天哭天抹泪的喊什么民主自由啊，对吧？实际上呢，私下里萝莉岛，我的妈呀，那羊卷毛卷毛小羊毛卷那个小女孩，那禽兽不如干那些事儿啊，对吧？他嘴上只会告诉全世界为什么我们富啊，那因为我们我们西方最崇尚文明，最普世啊。你们之所以穷，那是因为你们对民主自由领悟的还不太够，你们的道德水平领悟的还不太够，反而是这么忽悠。那么西方的秘传心法到底是啥呢？那就是如何去高效的掠夺发展中国家。刚才有一个粉丝说特别好，美国其实就是想掠夺我们，
懂不懂？就是想欺负我们。如何高明的在全世界抢劫，这是他们的秘传心法。还有就是如何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和精神的双殖民，他就想对越南现在实施这两个殖民，经济和精神，这些都是人家不会告诉你的潜规则。咱就说美国民间那么针对咱们，那么高的枪击案，简直就是毫无经商环境可言了。但这影响全世界有钱人对美国的信心了吗？没有吧？美国的地铁什么样？上面有多少的地痞流氓，对吧？美国人自己都不敢半夜出门逛街呀。每年枪击得打死多少人呢？警察多么的粗暴啊，多么的暴力执法呀，这些都是老掉牙的话题了啊！你去问任何一个美国人，兄弟们，他们都无比了解这些问题，这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说美国有营商环境吗？有个屁！美国动不动就是袭击亚裔啊，动不动捅刀子呀，是不是啊？被美国暴徒用锤子砸脑袋，被美国暴徒推下地铁，被美国那个民粹主义各种残忍手段杀害，咱家人在那边死的还少吗？都瞎了吗？看不着这些新闻吗？有个事儿最近刚发生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个华裔的那个副校长在美国街头遭到辱骂，遭到殴打呀。有没有知道的？美国人直接对他说啥呀？说滚回你家去。而他在社交媒体上介绍说，骄傲的第一代美国人，你太骄傲了。你说这事搞不好笑？我现在告诉你们事实是啥，兄弟们，只要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是全世界最强的，它的基础设施和经商环境哪怕就是一坨粑粑，在全球资本的眼睛里面，美国还是最值得投资的。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对美国是最有信心的，实力说话呀。所以我想说，我是非常尊重外国人的，但是你要告诉我什么经济之所以不够好，缺乏投资，是因为我们什么营商环境不如西方，狗屁，纯扯淡，对吧？美国是怎么对待其他国家企业家的？动不动就抢劫。但是我说句不好听的，其他国家的企业不是哭天抹泪还要投资美国吗？说白了，外资来不来这方面确实取决于信心。但是你要跟我说最大信心是经商环境，包括什么尊重老外，我只能说要不就你傻，要不就你太天真。在现在美国主导的这个全球秩序之下，全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号的计划经济，根本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懂不懂？现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布，下面有一本书《全球产业链分布》，你们就知道整个全球产业链不是市场经济自然竞争的结果，而是综合国力博弈的结果，是一种按强分配的结果，同意吗？咱们家这有很多大哥，有很多经商的兄弟们，同意我这个看法，你给我扣波一。美国它是一个霸权秩序的核心，所以他把最精英的就挑尖掐尖啊，跟咱家卖那个金骏眉似的，你掐尖整啊，产业链的最核心都给整国内去了。欧盟是他们核心盟友，所以也分到了一些能赚钱的产业链，像什么日本呢，像什么韩国呀，是美国养的两条狗，所以说美国也给他们分了一些产业。但是由于不是核心的盟友啊，所以分的肉不够肥，导致日韩在发达国家那里面呢过得算比较累的。美国之所以允许我们融入他主导的全球化，一方面他需要我们牵制苏俄，懂不懂？另外一方面只是希望用我们曾经非常廉价的劳动力，我说过了吧啊，来给美国人世世代代打工。人说了，你只配给我们打工，你不能做高新技术产业，你只配给我们做袜子、做裤衩、做衬衫，对吧？最开始我们的产业地位，我告诉你啊，连日本和韩国都比不上，是最边缘当中的最边缘。这一切都和市场关系不太大，都是纯粹的综合国力博弈的结果，懂不？日本在美国这个体系当中，他曾经也想过产业升级，但最后咋的了？被美国给弄死了。当年美国政客在白宫门口当着所有人的面砸了日本的电器啊！你说残暴不残暴？说你这玩意儿是狗怂东西。现在我们对于外国人是绝对足够友好的，太友好了。我们之所以批判美国存在严重的仇外主义啊，伤害亚裔，那是因为在美国这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引导的，系统性给亚裔泼脏水。家人们，你们记不记得曾几何时狗和华人不许入内，记不记得？那我们都记在心里的，对不对？我们是一点一点把我们自己地位，现在提我是中国人，在美国你得被人高看一眼，原来可不是这样的，这个地位都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另一方面，我告诉你，亚裔遇袭案件实在太多了，咱就说前2年这个数据，
家人们，在2020年3月份到2021年的3月份，美国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数达多少件？你们知道不？6603件。前一年同期数据3795件。所有受害者当中，大约44%受害者是华裔，17%是韩裔，9%是菲律宾裔，8%越南裔。如果我们这边一年发生6000起针对外国人的仇恨事件，舆论早炸锅了，对不对？现在全球经济都不好，核心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金融战没结束呢。你做啥生意利润能轻轻松松干到5个点呢？对不对？你偷我抢银行你都干不到5个点呢。在美国停止加息之前，把钱存在美国银行里面就有这个利润，所以全世界的钱都被美国银行给吸进去了，导致市场上严重缺乏资金流动，这才是现在全球经济不好的根本性原因，而不是我们不尊重老外。知道吧？外国人只要是合法来咱们这儿，他的人身安全最起码能得到保障。咱家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友好的老百姓了，真事儿，好人都在中国。我说实话，所以不要在这方面就说七七八八的。而且从什么呢？从小本的和美国现在这个关系来看，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但是现实对日本来说，你有时候你对他霸道一点，他反而对你客客气气的。你看看最近这个新闻就是最近发生的，美军又在这个叫什么，在日占琉球群岛上搞那个强奸案。真的，虽然说日本人并不关心琉球当地人的死活，但美军在日本强奸日本人的案例他不少见呢。你日本瞎吗？你看不见吗？就不当回事儿，每次都象征性的抗议一下，然后经济方面非常配合美国人，知道不？每次都是这样，几年了就是这几年龙国强大之后，日本有点开始不配合美国了。所以我想说什么呢？经济发展初期，营商环境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候你求着全世界来投资，但是增长的逻辑不是一成不变的，你的体量大了之后就有一定的程度了之后，这种求人办事的思维你就要改变了。咱就说句讲话了，说个实话，兄弟们，就像咱家最开始似的，为啥咱家现在东西越卖越好原来都是咱求着人家说，哎呀，你来吧，给俺家老铁放点福利，对吧？带点货，人说了，你几个粉丝对吧？你这直播间多少人呢？在你直播间也卖不出去东西现在求着我们来，御林军好样的，御林军牛那给这叔叔一句话真上真给好评真是投的呀，都来呀，所有的好货全咱家排着队买，就是这个道理，兄弟们。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国家跟个人是一样的，兄弟们，知不知道？同意我这个观点，扣不同意？所以家人们就是革命尚未成功我们还得前行，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来，废话不说了，兄弟们